好，又见面了。正在看录视频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Ryan。今天呢，我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一辆非常硬派的 SUV。这辆车呢，就是来自比亚迪旗下的其中一个品牌方程豹的豹5。到底这辆豹5有些什么特别之处？等一下就让我分享，让你们知道。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希望还没订阅频道的观众朋友，或者是呢第一次来我频道的观众朋友，可以支持我一下，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在这边呢，也非常谢谢你们的支持。OK 了，这样的话呢，就让我们看一下这辆方程式豹5有些什么特别之处吧。Let's go。观众朋友，现在你眼前呢，就是来自比亚迪旗下子公司的方程豹5。看到这个外观是不是很熟眼呢？我相信啊，有网友一定会在下面留言啊，就像那一个什么，像 Everest 啦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个人觉得也是有点像是那个 Ford Everest 啦。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在下面留言这样子讲的啦。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外观设计啊，它的头灯上面呢是有2条 LED 的 daylight， 然后搭配了它的头灯是采用了2颗 LED 的 projector 头灯，哇，整个感觉看起来啊真的是非常符合它的设计啊，它的整个设计感非常的 match。只不过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啊，如果它的 bumper 啊可以换成铁的 bumper 啊，这辆车会更加的硬啊。像是一些 SUV 车，他们都很喜欢用一些防刮材质的饰板嘛。可是这个豹5呢，它直接把这些饰板变成黑色的烤漆，然后搭配这个金色的车身色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有层次感，非常的凶。我觉得不叫豹5比较好啦，叫老虎啊，虎啊，好像也不错嘞。金黄色的线条，再来就是这辆车的车身结构呢，是采用了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车壳可以跟那个 X 啊直接的分离式的。这辆车的用途啊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拿去越野或者是去工地啊，像是一些已经要完工的工地啊 ，contractor 的 manager 啊，驾这辆车去，非常的有气派。再来可以看到啊，豹5的旁边呢，这边是有打油的地方嘛，可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，它竟然有充电孔。没错，这个豹5呢，它也是一辆 PHEV 的车。要知道啊，通常我们来讲这种 PHEV 的车，通常都是一些比较都市型的 SUV 车，很少这种硬派的 PHEV SUV 车嘛。可是这个豹5呢，确实是一辆 PHEV 的硬派 SUV 车。所以啊，如果是说你们通行的时间没有很长，可能你们的做工地方离工地啊没有很远的话，你们就可以用这个全电模式去走到这个工地，回到家的时候充电就可以了。当然，如果是说你们今天有要 out station 啊，要去吉隆坡啊，可能从 JB 去吉隆坡等等远途的话，你也可以采用这个混动模式来做这种长途行驶。但是这辆车暂时性啊，我们也不懂它其实会正式进到马来西亚啦，因为这个 Auto Show 的关系，所以他们就引进来，让你们先睹为快啦。来，讲完了这个外观部分啊，我们来讲一下这辆车的内涵的地方。首先就是啊，这辆豹5它是采用了 DMO 超级混动越野平台打造而成的。而它的电池组则是采用了 CTC 的方式，也就是 Cells to Chassis 和这个车身结构结合在一起。这样的好处就是啊，可以提升这个空间利用率，还有就是加强这个车架的硬度。虽然讲啊，这辆豹5它的车重是有3吨重啦，可是它的0到100只要 4.8 秒。听到 4.8 秒啊，你可能以为这个豹5它有这么快的0-100加速，它用的引擎一定很大 CC。比如什么 5.0 V6 啊，还是 V8 之类的 ，Rodex 一定贵到吓死人。No， 这辆豹5啊，如果它进到马来西亚 ，Rodex 你只要还90块钱。你没有听错，就是和 MyV 一样的 Rodex 价钱。因为这辆豹5，你不要看它外形好像大番薯那样啦，可是它的引擎是采用了 1.5 Turbo Engine， 搭配了 ECVT 的变速箱，前后搭载了2颗电动马达。整体的综合马力可以输出687匹的 horsepower 以及760牛米的峰值扭力。当然，它的油耗表现啊，官方给到的数据，我觉得还算是蛮不错的啦。首先呢，在这个全电模式行驶的环境之下，用更加贴近生活使用的 WLTC 的算法，满电的情况之下，这辆豹5用纯电模式，它可以行驶100公里。至于在混动模式续航，在电池亏电的情况，这辆豹5它的油耗数据为1个litre可以走12.5公里。以这样的数据，我觉得还算是蛮不错的啦。毕竟只是单单用一个 1.5 Turbo Engine 来拉动3吨的车嘞。至于在这个电池满电的情况之下，这辆豹5它的油耗数据为1个litre可以走22.22公里。再来就是这辆豹5除了有5种不同的驾驶模式之外，比如泥地啊、山路等等，它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功能，也就是爆掉头模式。它可以让这个轮子呈现一个很大的转向角度，帮助这个车子在 off-road 的时候更加容易脱困。
所以基本以上这些呢，就是我觉得这辆豹5比较有内涵的部分啦。再来就是这辆车呢，我觉得它的内饰啊也是非常的atas。首先来带你们看一下。好，我们打开这个车门，哇，可以看到这个车门门板啊，是不是非常的 grand 一下？然后它的车门的用料啊，该软的地方都是软的。这个门板占2/3的材质呢，都是软材质，下面这边才是 hard plastic 啊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在上面的部分好像是不是很手眼呢？好像我们平常用的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呢，就好像我们的裤带，男生的裤带，这样子看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？在这边可以看到它的冷气出风口也是非常的特别。来想象一下，这个东西像什么东西嘞？来，3、2、1，这个东西呢，我个人感觉看起来就像铁链的 design。我觉得这个方程豹的 design 呢 ，good job 啊，把这种东西真的是设计到淋漓尽致了。虽然讲它是有那种硬派 SUV 的设计感，可是呢，它还是兼顾到那种 luxury 的感觉。可以看到这些按钮啊，它竟然都采用了水晶的 material， 哇，就让你觉得这辆车哦，如果是拿去路工地啊、路 off 路哦，有点不太舍得嘞。不止上面有水晶排挡杆啊，下面也是有一些水晶的按钮在这边啊。至于它的功能是什么，我暂时性还不知道，因为这辆车不会 start。这边的冷气出风口哦，也是做了这种铁链型的设计。哇，老咦！喜欢 hardcore 的人啊，这辆车可以考虑一下。这边有一个储物空间，一打开来，哇，直接有灯哦，帅耶！但是不懂它有没有那种制冷功能啊？因为中国车哦有3大件：大电视机、大沙发、大冰箱，这个就不懂有没有那个大冰箱功能啊？再来还有一个细节啊，可以看到这边哦是有一个 handle 的。你要上这辆车的时候非常简单，抓住这个 handle， 踩那个 footstep 上去。挤眼一下，哇，轻轻松松就可以上到这辆车上面了。挤摔一下，只不过啊，这辆车的椅子啊，我坐起来的感觉哦，它就不像海豚海豹这么的有那种弹性啊，可能它要给你多一点的支撑性啊，在你过一些颠簸路的时候啊，不会软软，然后坐到不舒服啊。所以这个椅子坐起来呢，它是支撑性非常十足的，只不过呢，你会坐到感觉到比较硬啊。可是它的皮革是舒服的，它皮革是那种德国车那种皮革，哇，整个就非常的 grand 啊。其实不止这样啊，在这边呢，它也是有个 camera， 没有错的话呢，这个也是侦测这个 driver status 用的啦，所以放在这边哦，一点都不突兀。好，我们通常讲啊，很多的车哦，很喜欢把前面做到很 grand， 后尾就 cut cost 啊。可是这个方程豹的豹5呢，它的用料也是非常的十足，前面用什么料，后尾也是用什么料，所以它后尾的门板也是大面积的，都是采用了软皮革的材质，下面才是 hard plastic。而至于它的空间呢，我觉得啦，其实对于一辆硬派型的 SUV 车来讲的话，它的空间算是蛮大的。我感觉到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椅子，它的泡棉啊，哇，非常的有支撑性，坐起来的感觉哦，非常的舒服。只不过它的椅背倾斜角度啊，还算是可以调节啦，因为好过 4x4 了，4x4 真的是坐到直直这样子。再来，在后座的配置其实就很普通啦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后尾是有冷气出风口、USB 的充电孔。再来就是椅子通风功能，这一点的话就不知道这辆车进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会不会被 cast back 啦。然后它的椅子的用料，也是满满的金属质感。这辆车就是要给到你那种很 hardcore 的感觉，哇，这种啊全金属的。再来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头顶上面也是有一个全景天窗。如果进到马来西亚的话，要看直接看这个啦，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实用啦哈。这些什么冷气出风口啊、座椅通风啊，不要看这个座椅通风哦，其实很好用的。我不懂是加热还是通风啊。如果是通风的话哦，这个东西真的是在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好的配置。再来，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方程豹5它的后尾设计。首先啊，可以看它的尾灯是采用了一层一层式的 design。现在没有办法开灯啊，但是我觉得开起灯来的话，一定非常好看，有那种很深邃的感觉。去到工地啊，就怕什么插到钉咯。所以它在后尾的尾盖有给到你 spare tire 啊，不会因为这是一辆 PHEV 的车没有 spare tire 哈，它有 spare tire， 这一点我觉得 good job。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是有附有拖车钩的啊，所以这辆车啊，如果是说有人追尾它的话哦，那辆车的前面车头啊一定是完蛋了。你看这样硬的个铁，够力啊！至于这辆方程豹5，我们也看到它的 logo 哦，是采用了这样子的菱形的 design 啊，这样的 design 我觉得是比那个 BYD 好很多啦，因为 BYD 太多 BYD 了，所以这样子的 design 我觉得非常的干净简洁，我喜欢这样子的 design。最后就是我们也看到在车顶上面呢，也是有置物架，
我可以很恐慌的跟你讲，这个是真的置物架，敲下去会痛啊，手铁的。好，基本上啊，就是这两方程豹豹5的一些大致介绍啦。因为今天是一个 auto show 的关系，所以这个方程豹豹5的 information 没有太多啦。我只能把一些我看到的东西，我觉得非常不错的东西来分享给观众朋友一起看啦。当然，这辆方程豹豹5正式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呢，我也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报道内容来分享给观众朋友。所以观众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频道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们才不会错过关于接下来这个方程豹5更多的内容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